我把前面的那个 1.4 的指令就把它再拆成另外一群放到 1.5 因为相对的多那我大概也只挑中间的一部分而已那如果更细的话，同学可以找到这一个IBM 的官网站把它那些手册下载下来再花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再把它全部玩完这样所以这个那我的责任就是先带着大家有能力去跑这样那它这个式子很明显就是说due to the probability phenomenon of the collapse 就是说我们这个量子坍缩这个应该各位都可以看到这个量子坍缩有没有量子坍缩那所以 we try to several times to observe the 什么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apses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个 P1 零态再加上 P2 这个一态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的几率是对应什么一态的平方那这个对应怎么样这个 P2 的平方这样那两个有大小嘛有大小它有那个有可能大跟小好假如大跟小这样那大跟小我们也知道说当它量子坍缩的时候大的话坍缩的机会会比较多那几率比较小的那个坍缩的机会就比较少这样那可是我们要做实验所以这个就是量子里面的世界的那个种种情况，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主态在 C2 的里面一个量子态有没有然后把它的样本跑1000次就是我们就说一直连续坍缩1次2次就是说我们坍缩了1000次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试那试完以后就再把这个把它秀出来秀出来再把它整个把它列印出来这样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一个它到底会怎么样好，我再拉出怎么样拉出我的1.5 的程式码这样好，可以我把它拉高一点这样没问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继续来看所以我就来执行 1.5 的第一个看看印出来结果怎么样它的量子崩盘会怎么样好，那因为我们是继续跑我们这样是一口气把这个课教完所以我并没有把它停掉所以我就不必再把前面那几个载入的动作再做不必的好，那这个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跑一下它跑1000次所以你发现中间会有569次是坍缩在零态那431次是坍缩在一态好，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式子有没有那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式子有没有我们这个式子的话很清楚就是说它是1加上 2i 我坚持还是用我自己的写法那这个是零态有没有再加上负的2/3的怎么样一态有没有那等于是刚刚讲是这个的几率比较大的样子它几率是5/9那这个是5/9那这个刚刚看过这个怎么样这个是4/9所以相对的话量子坍缩会坍缩在前面这个零态的几率会比较高这样所以可以看出来没有错比较没有错这样好，那再往下看也一样哇，那刚刚是看那个量子坍缩，其实真正到最后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没有那么辛苦因为这一个我不知道官方网站的那个写法它最主要是说用比较low end 的方法让各位感受到这样那真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几章的话就开始会认真看一些这一个空的那个 composer 的一些写法那样的写法就会比较直接就拉所有 drag 就是说这个 drag and drop 就是我们把它拖移把它填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式子就是说那原则上就是说它是 unitary operator 我再强调一遍有没有 unitary 这个单式算子有没有单式算子那它是 unitary operator 那等于是说呢它就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就做了它等于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identity identity 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一个好我把它每次我这个箭头都画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什么样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 identity mapping 所以它现在总共给的什么样呢给了好几个给了1个2个3个4个5个6个那么多个那这个 operator 的话像说这个 operator 很清楚这个我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是10
那这是0，有没有？这个是根号1/2加 i， 有没有？这个 operator 这样嘿。那这个你们就可以把它对应的，就依序把这个东西可以写出来，可以写出来这样嘿。那所以那它又有一个 state vector 给一个 state vector 这个有没有看到 state vector v？ 那 v 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 ？v 的意思是说我 v dot 这个 evolve 就是我去做运算，那运算值是谁？是 h， 所以这个我是没有在认真测，很可能是指的是这个跟这个做计算这样，所以你们就可以依序的把这个式子看一看，那看看最后呢，他再把一路的运算完到最后画出来的他用 LaTeX 把它排版，就排出这个一个很可怕的这一个数字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好，我来简单的跑一下好了。好，那我现在准备要来跑下一段程式嘛，说记得点它，把它放大，我的程式就执行在这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把我的刚刚的程式码继续叫出来，往下跑，我就把它编成这样一个顺序，所以你们这个收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这样来跑，这样就不会你看就跑出这个结果出来。那其实它中间是从把10这个向量透过 h 再流到 t 再流到 h 再流到 t 再流到 z， 那最后把这个结果再把它印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并没有很困难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说整个就是变得非常简单，所以那等于是说，其实我刚刚 build 的那个结果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没有？就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相对的容易那因为以后我们在跑这个程式的时候，好，我先再拉一个出来，那我再把程式码调出来，我再把我的程式码调出来。其实我的萤幕现在不够多因为以前我在录影的时候最多用到4个萤幕那好，现在已经3个就已经手忙脚乱了。好，我就开始跑，有没有拉出来？那拉出来就很明显，就是说，那这个在前3节的时候，我录影的时候没有特别强调，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怎样？我要先宣告一个空的怎么样？空的那一个电路就空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维就 channel， 就是说就是 1 qubit。然后呢，在这个电路上我沾上一个 h， 沾上一个 t， 沾上一个 h， 沾上一个 t， 沾上一个 h， 就是说在 channel 0上沾一个 h， 在 channel 0上沾上一个这个 t， 因为我们也有早上有看过或前面我们就有看过几个 circuit， 它是从0号开始编起，除非说你下达这个命令这样然后这样如此你可以看到我沾了一个 h， 沾了一个 t， 一个 h， 一个 t， 再一个 z， 那最后把它画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基本的一个circuit 的写法这样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困难好，那没有什么太困难，我们就往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computing with 这一个空间 sequence 就是说我开始计算。那计算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说它就会你看我这个 circuit 很清楚嘛，我依序一个 h 再沾一个 t， 再沾一个 h， 再沾一个 t， 再沾一个 z， 有没有？把它粘起来，我这样简单的画就比较快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喂一个向量10进来，有没有？然后让它跑，那跑出来到底结果等于什么这样子那结果呢，它用什么来画？用那个LaTeX 来画这样所以跑出来结果是这样的一个蛮大的一个结果出来这样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还是简单的跑一下非常的 trivial 来跑一下咯。好，一样我们就还是一样程式码，所以我这样反复的讲，我想你们应该渐渐会熟练因为整个在跑的过程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把这个码 copy 下来，没有然后就来开始跑一下跑一下就跑出这个数据出来这样那是不是对？应该是不会错了不会错这样好，那没有错的话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跑一下。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它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说simulation with 什么quantum circuit， 就是说那 after fit in a quantum state 就是说我们为了一个这个量子态进去the computing with the sample circuit can be decoded as follow 这样那就类似说它中间就跑了4000次，测4000次有没有
那中间的会有3464哦563，我们来跑跑看哈。这个我们来再试一下。所以这个整个的那种感觉那种 feel 还是要不断的这样不断的去踹它这样。好，那我把那个程式码呢最后再把它荡进来这样。好，我们只剩下最后这一段。OK， 所以其实要玩的话也要花点时间来试验这样。好，所以你发现3415那我们上面是3464，所以量子因为它是属于居力的居力的那个形态所以那刚刚讲过说前面的这个主态它居力比较高所以它大部分会坍缩在它身上。所以你发现说每一次在跑的时候这个都会不一样但是原则上它因为它的居力在零态前面的那个绝对值的平方会比这个一态前面绝对值平方大所以量子坍缩在它身上的话会比较次数比较多这样。但是每一次都不会一样每一次都不会一样这样。所以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程式码这个程式码是还算稳定的蛮算稳定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继续努力把这边把它学会这样。所以我们第一章就很简单的把这一个Qiskit 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基本指令把它写出来这样。可是我都比较挑简单来跑，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我以前我们在教课教很多，我大概教过4-5次就是说我那里不知不觉有4-5个学期教学生写那个Python 这样。那 Python 的话当然因为到后来都用 Colab 在跑这样。所以那发现它就是既然底层就是 Jupyter Notebook 的话，那我就跑到这边来写。那如果说你们要很纯的IBM 就还是会以 IBM 的那个环境来写这样。就类似我前面跑一次给你们看的那样子来跑。所以我们第一章就先这样结束。那各位就有这个请就是说把我放上去的 source code 你们从头到尾再跑一遍，我想应该会变成一定的水准这样。好，那第一章呢就先在这边结束。